西呀？教我如何？射箭非一日之功。可我想试一试。好吧。左手抬高一点，握住，右肩放低，太低了，再抬高一点，放松一些。你当初也是这么教他的吗？夏公子，你只说这些要领，我很难选问。不如这样，当初你是如何教他的，今日便如何教我吧。来。多般配呀！是啊，这镇南王和新阳公主真是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我学的是不是很快？还略有天赋吧。那等我们成了亲，你日日都教我如何？好。听闻一笑姑娘剑术无双，恰逢今日有机会，可否让我们看一看？一笑的手上有旧伤，他不便掌掴。谁说不行？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。今日我就来当你的左手，让他们都瞧瞧锦绣第一神箭手的风采。却恰逢你与烽烟长相，仿若一阵昙花落我眼眶。我曾如手间有光斩尽沙场，为了被谁安放？曾为他何等，今却被你牵肠。姑娘，射得真准，这把同心锁归你了。这把同心锁，想必你也知情了，那就说说，你怎么看？老臣以为将镇南王强留在我们肃杀，实为不妥。是锦绣提出的联姻，我们同意了。可双方谁也没说过，一定得是锦绣镇南王娶走我们肃杀公主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大可以提出让镇南王留在我们肃杀当赘婿。庄相，我说的可有问题？莫说两国联姻，即便是民间的婚事，素来也是男子迎娶女子，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谁定的规矩？大皇子，事关两国政事，还请以大局为重。婚事并非是战事，不需要决胜负、分输赢。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才让夏进士留在肃杀的，不违背联姻之约，不毁两国太平，百利无害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如今两国刚停战，你欲将夏进时扣在肃杀，岂不是要战火重燃？镇南军没了夏进时，群龙无首。我不信锦绣圣地敢与我们宣战，就算敢，有何惧之？两军交战，尚且不斩来使，但是如今却以联姻的名义扣人，如此出尔反尔，岂不是会遭到天下人的唾骂？何为出尔反尔？锦绣圣地提出联姻之时，他可曾说过不能让锦绣的镇南王入赘我们肃杀？可这不合礼法。哦，你说的是哪条礼法？我肃杀可有礼法约定了男子不能入赘？你究竟是站在肃杀的立场上考虑，还是站在锦绣的立场上思量？你够了，请陛下明鉴，
老臣以为大皇子是出于私愤才出此下策，皆因下境时提出要带走那名叫傅一笑的女将，所以大皇子才有意刁难。这个傅一笑是你的俘虏，夏敬时要交换俘虏，你怎么想？好啊，只要陛下下旨将夏敬时扣留在肃杀，那名女子可以交还给锦绣。陛下不可。我要扣留夏敬时，你却在此屡屡阻挠，难不成扣了夏敬时，会坏了你庄相的计划？你胡说些什么？你作为一国丞相，对一个明显利于我肃杀的计划百般阻挠。丞相在朝不论国策，却去在意入赘会不会损伤了夏敬时的颜面。我看你索性别当丞相了，去给夏敬时当个军师算了。大皇子处处针对老臣，莫非还因为当年之事耿耿于怀？朕说过，当年的事，谁都不许提。陛下，老臣一时情急说错了话，还望陛下恕罪。入赘之事干系重大，需从长计议，还要与那锦绣圣地相议。陛下，臣已命人书信给锦绣圣地，言明让夏敬时入赘肃杀一事。想来这2日便会收到锦绣圣地的回信。陛下，张相，你先行退下。臣告退。镇南王的迎亲队伍即将抵达玉京。锦绣镇南王的迎亲队伍即将抵达玉京。你何时写信给了夏敬言？3日之前，推算10日，夏敬言应当是在昨夜看到的信。这是臣的传书内容，一字不差，请陛下过目。念。镇南王文韬武略，天纵之才。余观镇南王景兴凤髓，虽宋玉难向其背，纵公瑾亦难比肩。余父皇常言，得家婿如此者，胜得天下10万名士。爱之惜之，尤胜骨肉。况夕阳无妹，帝之爱女，常侍奉父皇于病榻之侧，贤孝才德，当世罕有。帝不舍无妹远嫁，亦珍重镇南王英才。玉京胜礼，洪宅良田以为馈赠，期望镇南王长留肃杀，父女相伴，兄弟相亲，夫妻相和，以全圣地敦睦2国之心，肃杀上下敬仰镇南王之情，万请圣地斟酌，应允欲成。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写这等盛赞镇南王的话，你也算是能屈能伸了。朕这满朝文臣里也找不出几个比你更能吹捧夏敬时的人了。多谢陛下嘉奖。你好大的胆！傅一笑为何会出现在此？前几日我上山采药，中途遇见了坏人，是他救了我，但他当时伤得很重，再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。哪一座山？出门往西，是天空山。对，殿下，小女有个不情之请，一笑姑娘她手伤未愈，如今又患上失忆症，能否先将她留在正殿山中养？小姐，一个将死之人，就不要浪费贵重药材了。
云芳，跟我去趟天罡山。起来。撤！撤！小姐说的没错，她竟然是红衣女相傅一笑啊！平陵一战，肃杀就是因为他才会惨败。凤随哥肯定不会就这样饶了他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他根本不会这样束手就擒的被凤随哥带走。小姐，咱们正念山庄从不干涉两国之事，此事万万不能掺和进去。不能掺和。景恒，是父亲对不住你，连牌位都不能光明正大的给你。做什么去了？这么晚才到，从醉仙楼还是一品居赶回来的？义父，孩儿吃错了。景恒他在你们这个年纪已经是骠骑将军了，率领3军为我肃杀开疆拓土，而你们，罢了，庸庸碌碌，未尝不是你们的福气。明知叔父在意景恒，为何要晚？昨日一时欢喜，多喝了2杯。凤随哥的马车虽坠崖了，但你至今未找到他的尸体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哎呀，兄长，那山崖有100丈深呐，哼，他绝不可能活着。你派人刺杀凤随哥一事，叔父并不知晓。要按照他的意思，是万万不会允许你这般轻举妄动的。多谢兄长替我隐瞒，相信要不了几日，凤随哥的死讯便会传回玉京，那时，义父就会对我刮目相看呢。只要凤随哥一死，肃杀还不是我们庄家人的天下。文章辞藻写得华丽堆砌，每一句有用。陛下请息怒，平陵大战之前，那些主和的大臣本就不愿陛下出兵，眼下兵败，他们明里暗里说几句抱怨话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该说话的人不说话，倒是让那些人跳了出来。老奴也觉得奇怪，平陵战败的消息传回至今，庄相还未说过一句大皇子的不是。要照以往，怎么着也要怂恿一众大臣想方设法地卸了大皇子的兵权才是。更何况，眼看二皇子就要及冠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老奴又多嘴了。陛下，凤子营急报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大皇子遭遇埋伏，坠落悬崖，生死不明。陛下，要不要派人去搜寻？他若是连这一关都过不去，就不配做朕的儿子。那片林子里面确实有打斗的痕迹，就是大部分都被人抹除掉了。抹除掉了？好像是有人要掩盖此事，但我们在河边找到尸体，从尸体上
搜到了腰牌。从样式和材质不难判断，这就是锦绣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悬崖下方发现了人从高处坠落的痕迹。他应该先受了箭伤，再从高处跌落，失忆是伤了头。所以说他是在山崖之上被人一箭射落，虽侥幸未死，但却失忆了。而后又碰上一群杀手，想要将他置于死地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但我觉得有点说不通啊。是说不通。傅一笑在平陵一战中立下奇功，而且他又是镇南王下定时身边的人。锦绣三杰，他、宁妃、萧蔚然在军中威望极高。是啊，这锦绣镇南关中，谁敢对他痛下杀手啊？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以此为聘，天地为证，山河为媒，须白首不离，生死相依，情可原，封官下配，红妆相嫁。等平陵一战结束之后，待我拿了战功回来，你再将它赠予我。听你的。你们身上都背负着血海深仇，无亲无故，命贱如蝼蚁。来到这儿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成为最无畏的死士。别怕，没事了。我傅一笑，从今日起加入镇南军，誓死效忠王爷。杀我锦绣子民者，我必誓死，永积怨。图我镇南军一兵一卒者，立诛。